在电子游戏已经被称为第9艺术的今天，它不单单只是玩家们的娱乐方式，也是一种玩家对审美的更高追求。当玩家在游戏中看见的东西是这样的，各位所热爱的游戏即将变成充满政治正确以及 LGBTQ+ 和各种性多元化标签的 shit。不过现在，一场以黑神话悟空被勒索事件为契机的玩家反抗运动，正在此时此刻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酵膨胀，无数的游戏玩家正逐渐汇聚在一起，将这场反抗运动推向高潮，以此来保护自己所爱的游戏。所以，请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和你一样热爱游戏的兄弟们，确保大家知道自己所热爱的游戏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由于上期视频真的有太多兄弟让我详细说一说这家毒瘤组织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也是快马加鞭整理了前后的时间线，为各位带来了今天的视频。接下来请各位先记住这个名字 Sweet Baby， 它翻译过来是甜心宝贝的意思。这是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甚至还有点可爱的名字，但是在这个名字背后却是游戏行业被政治正确入侵的最大推手。故事要从我们每一个玩家都熟知的游戏平台 Steam 开始说起。在最开始，所有人认为游戏中变多的政治正确元素只是游戏公司们为了向社会发出的政治正确信号，从而来避免麻烦的安全措施。虽然有被恶心到，但在这个阶段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理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开始发现这种现象开始越发严重，越发过分，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一份免责声明所需要做到的，现在已经严重破坏了游戏的沉浸感。玩家们开始感到困惑，他们也许很难想象我的第9艺术怎么变成他妈的这个样子了。因为巴西玩家在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正确中，开始逐渐认识到，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猫腻。等等，忘记和你说了，这位玩家的 ID 叫做 Cabrodos， 他是这次反抗行动外服最初的发起者，所以在同样痛恨游戏行业现状的国外玩家的眼中，毫无疑问 Cabrodos 成为了英雄。而就在最近，以国人为主体替自家悟空出征的国服反抗军们，也得益于最初他给玩家们指出的方向，所以 respect bro。 总之，在这位老哥的一番调查之后，通过众多的资料证据整合，他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家以提供叙事服务以及多元化顾问为主要业务的幕后组织，他正是 Sweet Baby。 随后他通过 Sweet Baby 这个名字带来的更多线索，又反向推导确定了一大串和 Sweet Baby 有染的游戏。接下来 Galabrodos 利用 Steam 的鉴赏家功能自制了一份名单组群，我们在其中可以看见不少熟悉的名字，因为往往他们会通过最肤浅最刻板的方式往这些游戏中强行塞入他们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所以各位在游玩其中某部作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其中那些刻意的政治正确或者多元化元素。本来 Cabrodos 这位老哥的名单其实并没有在游戏圈内部带来多大的反应，就像一个不起眼的水滴落在了水池，只在范围不算太大的社群里掀起了水花。但是接下来搞笑的就来了，在偶然下，这个组被 Sweet Baby 发现了。我靠，在 Steam 说我们坏话是吧？这怎么忍得了？于是 Sweet Baby 立刻开始联系 Steam 和 Discord 的官方，试图配合将他们的组和频道进行删除。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鸡胖8成是在开发半条命三，他电话打不通，所以根本没有理这帮人。哇靠，这下把 Sweet Baby 给气憨了。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重量级选手，他凭本事让 Sweet Baby 本来拥有的政治优势荡然无存，为玩家们的团结扫清了障碍。他就是目前是在 Sweet Baby 担任插画叙事设计师的 Chris Kindred。Steam 没有做出反应，他是最先绷不住的一个。他寻思，那行吧，我们自己来吧。他开始发动自己的粉丝自发性的集体去举报 SBID， 来迫使其下架。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2篇动态，他是这样说的：总之把这个组给举报炸。单举报群主还没完，从我们这位巴西老哥的 Steam 账号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一个妥妥的硬核玩家。他已经和这个账号一起度过了14年时间，并且已经累计了14款游戏的全成就通关。如果你也是一个成就党，那你应该知道，单个游戏的全成就通关，在往往是非常耗费时间的。这是一个极其宝贵，并且花费了他相当多游戏时长才能达到的成就。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这个 Chris 在发完第1条动态之后，又补充了一条。他说道：“既然这位创立者这么爱他的账号，那就把他一起举报了吧。”
哇靠，不得不说他是真的很恶毒。于是他们的举报行动开始了，他的粉丝真的开始举报 Steam 群主。然而此时机放8成还是在开发半条命3，他的电话已静音，没看见举报消息。再一次 Chris 没有得到任何的表示。要知道 Chris Kendrick 自称是一名 LGBT 支持者，但是他却无法包容这个 Steam 群主作为多元化的存在。然后在他带动下，让粉丝去冲群主的行为一下子就扩大了知晓这次事件的群体范围，让本来不大的事情瞬间有了热度。许多最初不明所以的玩家们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迅速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并找到了自己的阵营。于是在 Chris Kendrick 鼓励粉丝对 Steam 群主进行打击的短1周之后， Chris 的账号反而被玩家们举报封号了。他在另外的平台发表动态是这样说的：我猜大概有上百人举报了我的账号。但是他错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前 Garbloads 的群主只有2000个人的关注，而这个群主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就已经拥有了20万关注，到今天他已经突破了40万的关注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位 Chris 其实本身也是一位社会中的极端女权主义。就在大家感到愤怒的时候，这位贵物再次放出了逆天言论。就在日本知名漫画《七龙珠》的创作者鸟山明老师逝世消息被公布的时候，这个人在社交媒体上说，鸟山明给我们带来了最好和最烂的动漫黑人角色。又是黑人，本来大家都在气头上，这个人再次来个火上浇油，现在又再次得罪了漫画爱好者，甚至真正的平权人士和 LGBT 群体也都开始出来反对这位 Chris 了。不过好消息是，现在的他已经被喷到自闭，关号跑路了。好的，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其实这位 Chris Kendrick 如果在最开始没有选择和巴西老哥直接贴脸对线，可能还真不一定会引发这一次的 Sweet Baby 游戏门 2.0 事件的开端，玩家很有可能到现在都会继续蒙在鼓里，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严重。仅仅因为巴西老哥的一个游戏列表，而 Sweet Baby 就很明显的着急了，所以网友也更加确定了他们就是游戏公司背后的毒瘤，以至于最后 Sweet Baby 的 CEO 以及主管也接连出来澄清，但是却引发了更加炸裂的消息。我们从这些消息中得知，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接管游戏项目的叙事部分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想法来随意改动游戏的剧情走向，这也彻底触碰到了玩家们的底线。在下期视频中，我们将会提到另外一位更加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 Sweet Baby 的 CEO 金贝雷拉。